呢個系列嘅影片會分享手語嘅立體打法同埋空間運用。本片係關於空間運用以及動詞詞類點樣影響打法，即係表達方法同埋詞序嘅選擇。為獲最佳嘅效果，建議喺收看本片之前，先睇上一系列句子詞序第1至到第3條影片。上一系列句子詞序嘅影片，從詞序、句子文法嘅角度回應我嘅學習難題。本片會回歸到基本，從句子最細嘅單位詞彙嘅角度，再反思呢一個學習嘅難題。為咗回答呢一系列嘅問題，我用咗1年半嘅時間。喺上課學習之外，我更開始閱讀香港手語語言學嘅文獻，但我冇手語語言學嘅背景，要花上長時間去到理解呢一啲艱澀嘅內容，所以本片嘅內容或有錯誤之處，敬請見諒。手語係視覺為主嘅語言，打法即係表達形式，可以分為運用空間表達同埋非運用空間表達。非運用空間表達係一種詞彙化嘅打法，特徵係着重句子嘅詞序嚟到表達句中嘅含義。常用呢種打法嘅例子係簡單動詞。呢種打法多用於定義、表達情感等抽象嘅概念嘅時候，能夠提供空間表達所不能提供嘅信息。運用空間表達係一種立體式嘅打法，特徵係着重手語空間 （silent space） 嘅運用，並配合適當嘅動詞類別，例如空間動詞、呼應動詞等等。量詞謂語 CL、方向、位置、非手控表達 （non-manual features） 等嚟到表達當中語法嘅關係。將事情立體地演繹出嚟，常用於描述空間、動作、情景，比非運用空間表達更具效率，能夠喺同一時間提供多項嘅信息。以上兩種嘅表達方式能夠互相補足，因此兩者皆需要學習，缺一不可。例子1：以下嘅句子冇運用空間去到表達。例子2：相同嘅句子，但係有運用空間表達。從例子1可見，冇運用空間表達嘅打法，所有嘅內容喺同一個位置打出，情況就好似冇分段落嘅文章，內容信息雜亂，收信者難以分辨唔同嘅時、地、人同埋所發生嘅事。當信息越多，傳譯嘅效能所受嘅影響就會越大。從例子2可見，有運用空間表達嘅打法，增加咗視覺嘅元素，將事情由左至右分為3個唔同嘅位置，就好似將3個地方所發生嘅事縮小到身前嘅3個空間點，就好似將文章分為3個嘅段落。將來縱使各段落嘅內容不斷增加，但所涉及嘅時、地、人、事仍能夠有條理地清晰展示。運用空間嘅打法，讓收信者能夠清晰分辨唔同地方所發生嘅事情，有助提高傳譯嘅效能。手語空間 （silent space） 係指打手語者身前嘅3維空間。如圖中所示，發信者即係第一人稱我，發信者正前方代表第二人稱，即係對話者你。發信者嘅左右兩側代表第三人稱，即係對話嘅第三者他。關於更多人數嘅表達，請參閱下列參考資料。手語空間嘅劃分加入咗視覺嘅元素，有助表達句中嘅人稱，以增加傳譯嘅效率。句中黃色嘅部分係運用 silent space 所代表嘅人稱，所以無需要重複打出。例子 3A： 我望住你，即係第二人稱打出知唔知，表示向你提出詢問。然後將名嘅手語放喺側面，即係第三人稱嘅位置打出，表示名係屬於第三人稱他，即係佢嘅名。再喺側面打出疑問詞什麼，
表示向你提問，而問題嘅內容係佢嘅名。當中運用咗手語空間以代表相關嘅人稱，所以人稱他，無需要重複打出。例子 3B， 我望住你，即係第二人稱打出年齡嘅手語，表示你嘅年齡。跟住喺正前方第二人稱嘅位置打出疑問詞幾多，表示幾多係向你提出詢問，而問題嘅內容係你嘅年齡。同樣運用咗手語空間代表第二人稱你，所以人稱你無需要重複打出。例子 3C， 我望住你，即係第二人稱打出屋企嘅手語，表示你嘅屋企。跟住喺正前方第二人稱嘅位置打出疑問詞喺邊度，表示喺邊度係向你提出發問，而問題嘅內容係你嘅屋企。因此第二人稱你無需要重複打出。空間動詞顯示位置嘅改變，例如去、到達等等。句中黃色嘅部分代表所打出嘅手語。例子 4A， 句中只有兩個手語。第一，地鐵嘅手語，由我近身嘅位置向前打出，表示我乘坐地鐵到遠處。第二，喺遠處打出灣仔，表示地鐵嘅目的地係灣仔。運用空間同埋兩個手語地鐵、灣仔就可以表達句子嘅主動者、交通工具或者係方法、目的地等等嘅資訊。請觀察以下嘅兩個版本，睇下有咩分別。例子 4B1， 例子 4B2， 例子 4B1。運用空間表達嘅意思係我去佢嘅屋企。手語嘅打法係去嘅手語由我近身嘅位置向側前方打出，表示我去。跟住喺第三人稱嘅位置打出屋企，表示我去嘅目的地係屬於第三人稱佢嘅屋企。如果咁啱身旁有人，咁就係去身旁呢個人嘅屋企，咁呢個誤會就變得更加尷尬啦。例子 4B2， 要表達我返自己個屋企，去嘅手語就要喺我近身嘅位置打出，表示我去。跟住喺原位近身嘅位置打出屋企，表示屋企係屬於我嘅。運用空間表達嘅意思係我所去嘅屋企係屬於第一人稱，即係我嘅。因此喺運用空間表達嘅時候，要留意空間位置所表達嘅相關人稱啊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多嘅香港手語短片，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呢一條頻道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